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爸老师，努隆基 Sam。今天呢，从杨梅老家经过这个桃园的平镇，要去哪里呢？要到巴德去跟一群车友来集合哈。对，我终于有同伴了，哈哈。长期以来我都是这个一个人独骑啊。那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之前有一起骑车过的国龙哥，他就约我说呢，他们有一群 CB200X 的车友。要骑车去乌来福山部落那也是我影片当中曾经介绍过的哦，那是很漂亮的地方，我也很想去，所以呢，我就提前一天先回到杨梅老家，然后呢，把我的车跟我哥哥的这个 CB200X 交换所以呢，隔天早上我就骑了我哥哥的这个 CB200X 要去跟大家来会合啦。好，来到这个路口蛮特别的哈。一进入这个巷子里呢，就进入了桃园的八德区了。不知道大家对桃园八德的印象是什么哈？那这几次经过这些路我的印象是桃园八德的这个田食堂还蛮多的。其实它也有这个热闹的街区，也有新盖的大楼也有很大的工厂什么的。但是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反而是这些田野落羽松其实有蛮多地方种的蛮漂亮的。那来到这边一看呢，哇，有好像将近20只的这个白鹭鸶可能是因为这个田还没有种下去还没有那个稻草长起来，这么多的白鹭鸶聚集在那边，可能是在吃东西吃小虫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好，这边就是我们桃园八德比较热闹的地方了然后前面这边右边，哇，好多台的 CB200X，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集合点 7-Eleven 新丰门市。都装好那个了哈，这个是马鞍的这个购货箱，这也有。哇，感谢。不会。这样拿多少钱没关系不用钱。谢谢。这都是敏捷重机签的吗？还是哪里？没有荣利的。我哥是在那个海马，他也是荣出还是荣利呢？对。可是我没有看过黑色的。有黑色的比较也不错看的。这个有银色。他这一台身经百战。他就连到什么牛肉都跑。看起来就很厉害，这个。他前面那个鸟嘴都自己装。对小鸟特别大鸟嘴。对，大鸟嘴。身经百战是那一位，跑了7万，快8万了，真的7万7。对啊，200前2年左右跑了不到2。哇！全台湾里程数200X第一人。他切快8万，问题最少。真的妥善率那么好就对了。哇！这辆车可以买，我是要等骑满10万。对啊，我在那。哎呀9点半，你干嘛？大概打9点9点半9点半9点半。9点30。9点半9点30。国龙哥早，好久不见，难得跟老师出来。好久不见。你的车都装好后箱了。今天没有蓝牙。没有。乌来福山铁屁股之旅出发！哇，好久没有这种跟车友一起骑车好像一个车队一样来出发的感觉了。那我先把我的车子先牵出来，然后在前面等大家依序的出发。以前刚开始骑车的时候，跟阿焕秋哥他们出去，都算是这个异种格斗赛什么 Rebel 500啦，然后什么CB 1100啦，这些不同的车种一起来骑，虽然都是本田的，但这边呢不仅是本田，还全部都是 CB200X 好，这是国龙哥，这个是小窝，然后这一位是 Vincent， 然后呢 Leo， 然后山姆大叔。好，我们就一群人浩浩荡荡的骑着一模一样的车，CB200X 就出发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在桃园市区哦，所以就还是这样子的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在市区骑车就有一个困扰啊，就是说每个人要去的目的地不太一样，车速不太一样，所以呢，虽然我们是白牌机车，也是常常有要超车的需求哈。那还好，这一台车是185cc 哦，所以要超车的时候呢，5档你给它吹下去还是蛮快的哈。虽然今天是 CB200X 的车队的出游哈，不过还是会有这个异种车哈，这个就是雅马哈的 Tenere 700哈，这个是叶大哥，然后前面还有杜卡迪的 Scrambler， 这个双排气管后中出的，这位是敏浩。其实这边除了国龙哥之外啊，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初次见面啊，所以一开始难免有一点点尴尬，有点陌生。不过这样骑着骑着，在这个手机群组里面聊着聊着呢，其实慢慢就变得熟悉了啊，变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了。不过啊，有点可惜，就是每个人的名字我才刚记得，后来我就要这个先走了哈，因为今天呢我中午有事，所以到了这个新店以后呢，我就要离开了。那来到这边是这个新北莺歌。前面这边这个加油站就是第一次跟国龙哥见面的时候约骑的地方那一次还有史提芬周31骑士也有来哈。来到这边就要上这个三阴大桥了，三峡跟莺歌中间接连的一个很重要的大桥。那这边它的这个车种分流实施的非常彻底啊，还说什么禁行自行车，因为自行车要从等一下的右手边那边进来。好，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匝道不知道是从哪边上来哈，不过我觉得自行车跟机车分开是不错的，因为自行车再快也不可能比机车快哈，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蛮大的一个速度的差异，分开来比较不会去 A 到。但是我一直觉得机车跟汽车的车种分流就比较没有那么必要，因为就算是汽车在一般道路上时速的限制大概都是50，最多60吧，这样子的速度其实摩托车都能够达到的，只是说你看这个大桥这样子汽车全部塞得要死，因为他们等着是要上这个高速公路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机车道，就会让机车走得比较顺啊。但是因为有这个机车道，又多了一个要交织的问题。大家看这边又有一个加油站，又让大家出来的这个汽车可以直接穿过这个机车道，就会很复杂，对不对？那这台白车它就是硬要过，因为它就是要走汽车道，至少它还有打声招呼了哈。那我就不跟他计较，原谅他。然后我们还是要走我们的机车道啊，就变成要绕过它。所以这些车流的交织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那大部分的汽车应该在这边就是靠右，就是准备要上那个交流道，要上国三高速公路的。但是我们机车又不能上高速公路，对不对？那我们要直走啊，就变成说还要绕过这些汽车的这个缝隙，然后要骑到最左边那个车道，才能够继续的来直行。虽然我想这些工程因为它有先后的这个施工的顺序，所以造成说你有一个基础以后才要来加一个什么东西，加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有一点困难吧。但是还是要多做一些设计设想这样子的塞车的状况才不会每天都在三峡这边发生。后来我们在新北三峡的一个 7-Eleven 稍微停一下因为就是我们有2台红牌机车嘛，对不对？那个雅马哈的，还有一个是杜卡迪的，他们就卡在那个这个汽车道上面就下不来了，因为被认为是汽车嘛所以这个就是车种分流的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好啦，那就趁等待的时间呢，我来帮大家记录一下帅气的身影。A few moments later， 后来2台红牌机车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再次的出发啦。那我们从莺歌开始呢，都是一路走110线道一路要通到这个碧潭大桥新店那一边，所以就还蛮无脑的，直接就一直走这个路就对了那这条路呢，也有跟台3线共线的路段，那边路幅就比较宽，可是大部分它在山里面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子，就双向都是单线道的。好不容易进入山区，终于可以骑得比较顺了但是我看一下前面这个山姆它有把这个双黄灯给它打开，为什么呢？
因为前方有一个测速照相机啊，限速40，在山区里面只有限40是有一点低啦。但是比起速限呢，我更不能够接受的是这个测速照相机，它竟然藏在树的后面。我就觉得我们的政府它设立这一些辅助交通安全的一些设施，它的最终目的好像不是为了要让骑士们能够变得安全，而是要让骑士们交出他那个超速的罚单。为什么要藏在树后面呢？这个政府做事情可不可以再光明正大一点啊？好啦，来到这边呢，前面因为有一台混凝土的这个预拌车所以车速变慢了。然后来到这个新店这一边，他竟然让路让我们先走，哇，谢谢学长哈！就这样子沿着110县道骑啊骑的，我们就来到了新店的安坑了。那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安坑气爆的事件？其实就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全家的楼上这是一个永保安康社区他们的这个 A 栋3楼，在2014年，就是10年前的8月15号竟然这个瓦斯外泄，而且根据调查，不是只有一栋外泄了所以后来法院判决是这个新兴瓦斯公司的责任。但是因为他们很积极的处理善后，也达成了和解，所以后来就有比较轻判了。后来在这个红绿灯停下来之后呢，我就没有再看过他们了他们都骑得蛮前面，就是说这个安坑这边的路比较窄嘛，那我就一直被公车挡住，而且追不上他们。那上来到了这个碧潭大桥这一边的这个汽机车的分流，我也觉得有一点没必要。大家看到最后还不是合在一起，对不对？最后也是混合车道啊，那一开始就混合车道就好了不然的话呢，机车一直被逼到旁边，那有的桥它上面还把机车道的旁边还给你做那个水泥的隔板那这样子如果机车道有出现事故的时候，就很容易骑士会去撞到那个水泥墩反而会造成2次伤害，那就更不好了。来到了捷运新店站了，那这边是最后一站，那从这边开始就算是北宜公路咯，这边是台9线。那这边我就很熟了，因为以前常常在太太来这个碧潭这边就是散步然后呢走那个吊桥，我们每次都开玩笑说这是第几次蜜月了非常简单的蜜月旅行。再往前骑一点点呢，就来到了这个岔路口，直走还是北宜公路，那右转呢就是要往乌来的方向。那这边就是台9甲的起点了。那说着说着，在这边也差不多要跟大家道别了。就谢谢国荣哥。好，不客气。那我们怎么拍？那个你的粉丝，你的粉丝，可以怎么拍啊？好，谢谢，山姆大叔，感谢，没问题。我差不多要走了，跟你打个招呼。谢谢。改天有机会再碰面啊，多好。刚见面就要再见了。虽然是一个短暂的乱入行程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骑到这个福山部落，觉得很可惜。不过后来听说他们到那边去以后哇，出太阳，然后天气非常的给力，也为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很高兴今天认识这一群新的车友，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一起骑车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郭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